老人为了给死去的女儿报仇，竟直接把女凶手放进箱子，接着打开阀门，黑色的液体瞬间喷涌而出，几秒的时间就将尸体全部淹没，然后再拖来地板盖住，让尸体永远被封存。等他做完这一切，又装模作样的出现在马路上，殊不知正是他的无意之举，竟引起了门外盗贼们的注意。眼看老人是个瞎子，三人立马决定今晚凌晨3点开始对老人房子动手。只见他们丢来一根带迷药的香肠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老人唯一的保安9次倒下。紧接着他们来到门口，想用手持遥控关闭房子的报警系统，可不曾想遥控竟在此刻失灵。突然女孩发现漏洞，于是用锤子砸开窗户，并利用身材优势很是顺畅地钻进屋内，不仅第一时间将警报器关闭，还帮队友们打开大门。为了不发出响声，他们又将鞋子全部脱掉，开始寻找房子里最值钱的宝贝。经过几个小时摸索，却始终是一无所获。而另一个队友却摸进了老人的房间，准备用自制的迷药先将老人迷晕，可不曾想老人竟直勾勾地端坐在床上，吓得男人屏住呼吸，并且站在床边不敢挪动半步。好在老人只是起床关了个电视，等到老人渐渐躺下，男人才敢将手上的瓶子放好，并放开迷药口。等他做完这一切后，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行使偷窃之事。此时女孩指着眼前的难题，男人就熟练地掏出包里的撬棍，对着门锁便开始移动捣鼓敲打，可左右稳如泰山。感受到侮辱的男人根本不死心，直接从包里掏出一支手枪，这把身旁的小帅慌了一批，带枪盗窃，这将严重改变偷盗的本身性质。倘若被房主发现，对方就可以随意将其反杀，并且不用接受任何法律的制裁。可无论队友如何劝阻，男人却依旧不为所动。看着男人如此疯狂的举动，小帅吓得立马就要离开。可就在男人打开房门的瞬间，熟睡的老人竟突然站在了旁边。Who's there？ 此刻男人仗着手里有枪，不断大声威胁老人将钱全部拿出。可男人哪里知道，眼前的老人最不怕的就是死亡。You better fucking stop！ 然而男人到死也不知道，这个瞎子以前竟是身经百战的特种兵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他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死尸。一旁惊慌的女孩吓得连连后退，躲进旁边的衣柜里瑟瑟发抖。随着老人不断的自责，女孩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与此同时，刚想离开的小帅却再次返回，竟差点与路过的老人迎面相撞。突然老人停下脚步，感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正当他弯下身子查看，竟然是踩到了玻璃碎片。还不等小帅反应，老人又抱着板子折路返回。手足无措的小帅也只能屏住呼吸，飞快躲藏在洗脸盆下，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将窗户封死。等他做完这一切，老人又来到女孩这边，本以为他是发现了女孩的存在，可没曾想他竟打开了柜子里的案板。此刻保险柜映入眼帘，令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各种操作早已被女孩看得一清二楚。等老人走后，小帅也跑来与女孩会合，可女孩却因为发现了老人的秘密，根本经不起诱惑，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保险箱，并将老人所有的钱财全部装进袋里，这让小帅看得目瞪口呆。就在两人打算离开时，女孩瞬间呆在原地。原来老人是回来处理尸体，为了防止被老人发现，他们缓缓后退。就在老人拖动尸体时，小帅竟踩到了年久失修的楼板，瞬间引起了老人的警觉。他抬起手枪，慢慢划过两人的视线，本以为他们必将陨落于此，还好手机救了他们一命。眼看老人慢慢将尸体拖走，女孩才敢打开地下室的门。与此同时，老人刚处理完尸体，竟好像又闻到了什么，循着味道摸去，他不仅发现男人的血，甚至还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。显然盗窃的不仅只有一人，他赶忙跑去衣帽间，打开保险柜后才发现自己多年的积蓄竟然全被一扫而空。老人瞬间来了脾气，发誓一定要将屋内的盗贼碎尸万段。而另一边，小偷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后背发凉。在这阴冷潮湿的地下室，竟还囚禁着一个女人。为了赶紧逃跑，男孩拉扯着女孩不要多管闲事。眼看两人就要离开，女人赶忙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，面对女人的苦苦哀求，女孩决定一探究竟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女人竟是撞死老人女儿的肇事司机。看着这个苦命的女人，最终决定带着她一起逃离。随后女人用手指向远处，表示要是就在保险柜。突然楼板发出阵阵脚步声，此时女孩清楚已经全部暴露。为了抓紧时间，他们迅速将女人解开，并在女人的指引下，很快便来到地下室的唯一出口。然而男孩发现出口也被牢牢锁住，还好他们刚刚拿到了钥匙，于是掏出钥匙不断尝试。随着几声枪响后，女人却一连中数枪，瞬间倒地不起。小偷则趁乱逃离现场，
然而当老人得知女人死亡，竟表现得异常痛苦，这让男孩脸上写满了疑惑。眼看老人愤怒直线飙升，甚至将锁孔牢牢堵死，两人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，趁机逃往1楼，并且用撬棍死死顶住房门。等他们做完这一切，更加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。一条犬竟站在走廊，死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此刻男孩不敢挪动半分。Easy. Okay. Alright. That's good. That's good. Oh. 两人拼命逃跑，不知不觉竟逃进一个房间，然后用衣柜将门堵死。本以为他们会就此逃脱，可没曾想门窗都被钢筋封住。还不等他们过多犹豫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。眼看情况紧急，女孩赶紧打开通风口，毅然决然地钻了进去。还不等女孩爬出2米，老人竟将房门撞开。然而在管道里的女孩竟爬到了管道对接口。令她没想到的是，恶犬也爬进了管道，并顺着她的气味追了上来。情急之下，女孩慌忙中掉了下去。然而巨大的响声惊动了老人，等女孩再次爬起，赶忙顺着管道继续爬行。眼看出口就在前方，他用力将其踹开。等女孩再次苏醒，已经像女人一样五花大绑。尽管女孩苦苦哀求，老人也无动于衷。眼看她缓缓靠近死去的女人，竟说出她绑架女人的事情。She was pregnant with my baby. You killed them both. The baby alive if you hadn't broken into my home. You have to be held accountable. 还不等女孩嚎叫，他就将其悬吊在半空，并剪开女孩的裤子。本以为好戏开始，可不曾想，这个变态竟拿出昨晚喝剩的牛奶，然后从瓶子里抽出一部分，准备注进女孩的体内。女孩吓得哇哇乱叫，可随着老人越来越近，女孩已经绝望到了极点。9 months, and I will give you your life back. 原来是男孩及时赶来，刚解开女孩的枷锁，女孩就迫不及待地对着老人施暴，疯狂地对其输出，甚至不忘拿起那管过期的酸奶，恶狠狠地灌进老人嘴里，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，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。本以为将老人锁死，他们就能相安无事地离开，可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。看着倒地的队友，女孩打算铤而走险，拿起遥控按响报警器，然后操起撬棍。等女孩解决老人后，还不忘拿起地上的100万现金离开。可女孩怎么也想不到，新闻里竟然播报老人是正当防卫，并击杀了2名夜袭者，并且告诉警察自己家里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